同样的记忆系统把全量注入换成按需检索，弱模型直接把推理成本砍到了原来的1/7。那延迟呢？小模型真的能扛住动态检索吗？这就是 ALTK Evolve， 一个专门用来优化智能体记忆与检索的开源框架。它能让大模型在完全不更新全值的情况下，从自己的历史轨迹里捞出真正有用的经验。没别的，到这儿窗口在哪已经清楚了，可它为什么偏偏在这几天成了智能体开发者的心头痛？频道之前讲过 React 架构， ALTK Evolve 正是站在它的肩膀上，专门解决了智能体频繁犯错却无法沉淀经验的老问题。在包含168个测试任务的 App World 基准中，大模型智能体失败往往不是因为不懂业务，而是卡在 API 参数填错上。几百个参数来回折腾，错一次就得再次跑全流程，账就这么简单。到这儿，老架构的死结已经看清了。过去主流的 ACE 系统，也就是通过生成和反思循环构建 Playbook 的 Agentic Context Engine， 虽然能沉淀经验，但每次推理都必须把全量内容硬塞给模型。为什么？贵，算力摆在那儿。尽管这种算力规模摆在那儿，却让模型被上下文杂志拖慢。大模型看一堆用不上的旧剧本，反而开始胡乱调用工具，这就是盲目全量注入的代价。抛弃这种代价高昂的盲目注入，新策略的底牌正逐渐清晰。而 ALTK Evolve 拒绝盲目压缩，它使用支持技术与向量嵌入合并去重，并根据任务进行按需检索交付。这回省的不是显存，是货真价实的推理代币开销。强模型上，它只用约 40% 的推理成本就实现了比 ACE 更好的准确率。革新是省下了算力而非显存，通过动态检索避免了长上下文污染。按需捞准则比每次背诵整本错题集管用得多。将这套检索管用逻辑用到弱模型上，增益更是惊人。仅花1/7的成本就拿到了56分的高分，几乎追平对手。整下的算力全转化为了推理效能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算力转化后的效能冗余，正好为架构进阶提供了空间。一个走全量硬塞，一个走动态挑选，区别就在这儿。但落地时要注意，如果任务极度模糊，动态检索可能引发上下文污染。若是在简单的单轮次问答任务中强行使用，反而会引入无用噪声。要是拿它来做客服闲聊，纯属拿高射炮打蚊子。如果想在本地跑起来，环境准备好后，直接用 UV 运行 Evolve MCP 即可开启演进式检索。前提是得准备好 Python 3.12 环境。命令很简单，最后送上一份避坑清单，先确认环境，评估模型负载，避免将它用在简单无历史的单轮任务中。你要真常处理多步长文本任务，装一个试试，反正开源不要钱。说完就完。